每到了转职的旺季时总会出现不少对于最后1个月薪资计算、业务交接或是离职日期协议的相关争议。通常这些争议所衍生的金额呢，其实也不见得很多，但是有时候在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之下，劳资双方可能会在最后的时刻扩大冲突，那么也就不能再好聚好散了。最常见的类型之一，就如我们影片标题所写到的，假如劳方在自行提出离职之后呢，资方能不能要求劳方要早一点离职走人呢？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劳资双方如何约定劳动契约终止日是非常关键的。无论劳方是以口头或是书面的方式向雇主提出预告离职，只要雇主或是代表雇主处理劳工业务的主管人员明确的有收到劳方自请离职的日期那到了劳方预告终止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了契约终止的法律效果了。因此虽然有些雇主不见得能够认同，但是依照法理来说，离职日期是以劳工所声明的契约终止日为主，除非劳资双方重新协商调整离职生效日，否则雇主就不能片面的要求劳方要提前离职了。既然劳方的契约终止日是以劳工所主张的日期为主，而假如雇主仍然要求劳方提前离职，那么在这类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可以被解读为雇主单方面拒绝受领劳方在预告期间内所要提供劳务。依照民法第487条的规定呢，劳方仍然可以向资方请求这段期间的报酬。举例来说假设一名到职约半年的劳工，原本在3月20号提前向老板预告将在3月31号离职。当月原本可以工作到最后一天，并且取得整个月完整的薪资，然而雇主却认为劳方只需要3天就可以把业务交接完走人，因此呢，就要求劳方提前在3月23号就离职，薪资呢也只会计算到当天为止。也就是说案例中的雇主并不愿意如期给付薪资到3月31日，并且也会在3月23号就直接认定劳方离职而退保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劳方就可以主张雇主是片面拒绝受领3月24号到3月31日之间劳方所本来想要提供的劳务，又因为劳动力是具有无法储存的性质，所以这个期间当劳工有准备提供劳务给雇主的时候，劳工实际上呢也已经没有办法再从事其他的工作了，因此呢就可以依照前面所提出的民法规定，向雇主请求该期间的报酬。简单来说劳工可以主张雇主仍然要给付3月份完整的薪资。不过在实务上就算劳工依照前面所提到的这些规定，向雇主要求照常给付薪资，大多数的情况应该也很难在私下跟雇主达成共识。对劳方来说，如果要继续争取这几天的薪资，大概也只能透过劳资争议调解或是劳动调解的途径，举证与说明实际的情况之后，透过主管机关或是法院的介入协调了。然而对雇主来说，风险真的只有可能会被劳工求偿吗？恐怕也不是的。假如劳工具体的说明相关的情况，并且向劳动局劳工局等等的主管机关陈情的时候呢，雇主是很有可能会被认定有工资未全额直接给付的情况，在劳动检查查证属实之后，也有可能会被因此而认定违反了劳基法第22条第2项的规定，这样子呢可能会被处以2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哦。我们来看看实际的案例吧。过去就有某一家在高雄的企业，员工在离职的时候主张要工作到2月28日，只不过因为当年的2月26日到28日为连续假期，所以雇主在没有跟劳工协商的情况之下，就片面的主张已经结束了交接工作，要求这名员工在2月24号的时候就要提早离职。那劳工想必是非常不爽了，所以他就马上向劳工局提出检举。后来经过劳检之后，主管机关认定雇主实际上应继续给付薪资到2月28日才对。扣掉请假期间的薪资之后，雇主还是少发了5200多元的薪资，进而认定这名雇主呢有违反劳基法的规定，而处以了2万元的罚款。这家公司在被裁罚之后呢，因为不服处分而又继续提出了诉愿。诉愿的理由甚至有提到，他们认为这个劳工有贪图那3天假日薪资的意图，而且认为他既然已经无心在工作了，不如提早让他离开，这样子对办公室来说还比较好吧。不知道会不会有些雇主搞不好也有遇过类似的争议，而有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呢？不过毕竟我们都不是劳资双方的当事人无法探究到底谁说的是比较合理，所以我们还是回归法律的层面来看谁比较合法吧。
劳工局在诉愿的答辩理由中写得很详细，其中有提到劳基法只有明定契约的终止是有事前预告责任以及契约终止的附随义务，但是并没有限制契约终止日不能是在假日，所以雇主在这个部分的抗辩其实是无效的。再来，劳工局引用了高等法院的判决，提到自请离职是属于形成权的性质，也就是只要劳资双方明确的向另一方主张终止契约，不需要对方的同意就会有效。当然呢，契约终止还是要符合法定的事由，而劳方自请离职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在答辩理由中则是有提到，既然在劳工预定的离职日以前，契约仍然是存续的，雇主如果要提前终止契约，除非有其他的法定事由，否则就需要跟劳方协议才能变更。这个案件呢，既然都没有这些情况，那么劳动契约自然就是要存续到2月28日，薪资当然也要持续给付到这一天为止。总而言之呢，诉愿审议会最后认为劳工局的处罚并没有问题，而驳回了资方的诉愿，也让我们看到少数真的有因为这样子的情况而被处罚的案例了。对有些资方来说，他们或许也认同劳方预告离职的日期，但是总是会遇到部分劳工在离职的时候很洒脱的既不预告也不交接工作就走人，甚至会因为业务的空窗而导致资方产生营业上的损失。那遇到这类的情况，对资方来说又应该要怎么处理呢？其实劳基法第16条有明定雇主资遣劳工的时候要依照劳工的年资提前预告的义务，而劳基法第15条第2项也明定劳工在终止契约的时候应该要准用一样的预告期间。不过如果劳方没有事先依照法定的天数来预告，会有哪些责任呢？事实上劳基法并没有会对劳方开罚的相关规定，所以劳方如果没有提前预告离职，实际上也不会遭受到主管机关处罚。然而我们在去年制作过一支影片，是探讨身为员工所需要遵守的相关义务，其中就有提到劳工在遵守诚信原则的情况之下，同时也要负起相关的附随义务。在众多义务之中呢，有一项就是报告义务，里面就包含了离职后的交接事宜。假如没有妥善配合合理的交接工作的话，就需要负起相关的责任了。具体来说，对资方而言又可以怎么样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依照民法第489条第2项规定，契约终止的时候，如果有发生可归责于劳工所导致的损失，雇主可以透过司法途径向劳工请求损害赔偿。但是要切记不能就自己擅自扣发员工最后1个月的工资，否则雇主自己反而可能会有违法而遭到处罚的风险了。总之雇主们如果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建议应该要先充分收集相关的证据，包含证明劳工的年资、预告离职的时间点，并且说明劳工的行为具体而言会造成哪些损失，再透过法定的程序提出诉求。如果觉得直接采用诉讼程序会比较耗时的话，或许也可以考虑先以资方的角度提出劳资争议调解或是劳动调解，透过第三方的调解方式与劳方协商，比起诉讼来说会比较能快速让劳工出面来解决争议。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咯。另外，如果想要系统化的了解劳动法令、变形工时等等制度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收看线上课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